蔡英文的疫苗政策本身就是一个大问题，而这个问题事实上已经被证实，不是民众喜不喜欢的问题，而是民众用他的具体的行为来反映来否定政府的这一个疫苗政策，对，不信任这一个疫苗政策。你看看，不是我们喜不喜欢高端，而是说你就实际去看，你就会发现。政府开放登记，实际接种人数就是70几万。对，它不动了。我们今天讲72.3万多，是今天最新的数字。对，跑不动。那这个是整个人口数字的几趴？不到4%。对。为什么？所以你就要去问这个问题。所以这个问题会长期存在，持续存在，会跟这个疫情。我们连算他投他的817万票里面的10%都不到。对啊，对不对？而且搞不好去打的人还是因为不得不，其他的理由不见得是他的支持者。包括民进党支持者，多数也不打高端在去年的5月左右就确定了这样的一个政策的走向，然后等于是招商的意思嘛，招来高端联亚、国光，就是说如果你们按照政府的这样的一个方式去做，那我们就会在你2期扩大2期做完之后，就给你 EUA，然后就可以大量生产，这是政策引导的商业行为嘛？那这个厂商当然就是大力抢进对不对？那可是重点是这是一个民智已开的社会这是全球化的时代，民智已开，台湾人。坦白讲，也没有比其他国家的人笨消息也没有比别人家不灵通通通都知道全世界主要的疫苗，好的疫苗是什么？为什么台湾人最喜欢莫德纳，对不对？对。为什么对 BNT 也是，就是那么多人喜欢？所以政府真的是低估了人民的智慧所以你觉得这个疫苗政策的反作用力会反映在这个？我觉得会跟着他很久很久。你知道，其实我全程都在关注这件事情。我发现蔡英文总统，他在今年的6月，做了一个关键的决策。这关键的决策就是说，他已经某个程度要放弃高端。但他又不能完全放弃。他今天还去打了第2剂啊。对，那他必须这样做，因为已经硬着头皮也必须这么做了。对不对？因为他是始作俑者，这是政策的始作。头洗下去了，要洗完。这个政策绝对不是陈时中做的嘛，对不对？也不是陈时中，还有总统身边的一堆专家学者，这些知名的这些医生们做的嘛。拍板定案就是总统。那他当然要为这个政策负责。对。可是他到今年6月说，我觉得他做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性的决定。这个决定让他免于。在6月、7月的时候就已经跌到谷底，谷底就是说可能是20%以下。对，就是他开始决定接受民间就是郭台铭这个台积电然后最后是这个慈济的这个主动请求协助就是要协助政府那个是一个关键的时刻。如果没有那一个转变，我觉得今天台湾不可想象，那个可能甚至，很难想象的灾难会出现。那对政府的声望来讲，对政府的威信来讲，那肯定又是一个极大的打击了。但是这个事情，因为他一念之间的转变，这是充分展现这个蔡总统的决策风格。蔡总统只有在重大压力的情况底下，迫使他必须做决策的时候，他才会做出决策。那做出决策可能有2种，一种是错误的，一种是正确的。幸好这一次他做的是正确的决策，所以对他来说是不幸中的大幸。所以他这个某个程度减缓了这个原始的这一个疫苗政策所带来的这个灾难或这个伤害，有相当程度的降低，然后才能够维持到今天这样子，还在虽然声望。不像过去都50%以上，但是至少，慢慢的回复也到48.6%，所以，我觉得比较从科学的角度去看待这件事情那个我的理解会是这个样子。那聚焦点当然就是在苏内阁的改组嘛，而且已经沸沸腾腾传了那么久了嘛。
对不对？那这一次尤其5月疫情风暴，其实对苏内阁是重伤啦，是重伤害这个苏内阁。所以党内外这种要求苏贞昌院长下台的声音是很不绝于强耳啊。对，那可是撑过这个过去这几个月之后，等民调又翻转又上来，那满意的又比不满意的多个3%左右，就现实政治的意涵来讲，就是说重新获得相对多数人的支持了。那跟过去已经不一样。过去是被打落水狗，现在是落水狗上来了，在开玩笑。那现在上来，那就过去的这些危机的声音会慢慢的，这个所谓的消弭于无形。所以他的改组压力缓解了不少。哦，那当然肯定的，肯定的。可是问题是啊，从苏贞昌我知道，因为我们整个节目一直在谈嘛，我印象中从去年底一直说他快不行了，快不行了，快不行了，然后一直到现在，我们看到他也一直续命啊，一直政治续命啊，就这样做下来。那我必须说，其实在这个时候还有另外一份，就是吴子嘉董事长他的民调，那他的民调做出来的是说啊，他什么死亡交叉啦，那他个人可是说死亡交叉，还不是有40%多人挺他。好，但是呢，甚至吴子嘉董事长还说什么公投之后他一定走人，甚至还压什么2月1号内阁改组。但我不知道，就是刘老师你怎么看苏贞昌的这个部分？你真的觉得他的这个已经成功拆弹了吗？隐性拆除了吗？我觉得不能完全从民意支持度去看内阁是否改组了。民意支持度绝对是一个关键因素，但不是唯一的因素。我举一个例子给你听哈。因为我们已经做了61次每个月，所以已经台湾民意基金会已经做了6年的这个民意调查。对。如果你去比较这个蔡英文任内的3届的内阁，你会发现有一个很有趣的一个pattern 一个模式就是说，林权内阁存在的时候，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面，他的不满意度都是将近60%或超过60%，不满意。不满意。满意的是大概多于30%或低于30%，所以说是非常明显的一个落差。那表示整个社会是在沸腾，民怨已经沸腾到不行。蔡英文有没有因为这个因素换掉林权？没有，没有。他撑了多久？撑了至少1年以上。所以这就是蔡英文的决策风格。所以你不要光从民意支持度去看他是不是一定会走人改组。那我可以这样说吗？他要有人帮他挡子弹。讲得很好，那重点就在于说它的功能性工具人功能性这个行政院长能不能帮他做一些他的必须要做的事情？那苏贞昌有没有符合这样的一个条件？那有没有人可以取代苏贞昌而使他能够安坐总统府的这个位置不受影响？我觉得利害关系的考量是其中一个非常关键的一部分。另外一个部分我在这边再多讲一点，就是说，以苏贞昌跟林权的个案来讲，苏贞昌所带给蔡英文的前卫的巩固，以及他享受那种光环，它的作用是好几倍于林权的。但是林权有另外一个作用是苏贞昌没有，就是说林权比较配合蔡英文总统。对。蔡总统要拍板决定什么，林权就没有什么第二句乖乖听话，包括政策人事什么都听蔡总统，所以蔡总统那一段时间是总统兼行政院院长。可是后来这个搞出了大祸来了嘛，2018就是一个证明，是，对不对？就是你不能这样搞，因为你也没那么醒嘛，什么都懂，都是你拍板，结果就会出大乱子，那就怨声载道民怨沸腾。那苏贞昌他当然是在这方面比较有经验跟能力，可是他有一点就是说，可能对蔡英文来讲，我们要不要 K 啦？是。我叫你，请你做什么代志，你就意见一堆啦。讲这个人你要用，你也无跟他讲。这个省属行或者财政部的这些，反正这些比较中低阶人士不是内阁阁员的真侪你都大主大意，你就做决定无问我也会有心生的怨怼啦。是，但是
对他来讲，他总是要这个考量啊，I'm like checky 啊，这个加加减减，的还是正的，那就是正的。加加减减如果负的，而且持续很久都是负的，那他就会决定要换人。我觉得从这个角度来讲，其实苏贞昌帮蔡英文很多，让蔡英文维持了从2018年这个地方大选这个重挫之后，他的声望开始爬升，一直到5月以前。其实蔡英文的一个贵人就是苏贞昌，可是苏贞昌当然有他的风格嘛，那民众也有对他不同的评价。但是对蔡英文来讲，说如果我们回到一个你刚刚提的内阁改组的问题，绝对不是只是看这个民意支持度的高低变化，那当然是很关键，但不是唯一。